这是一堆在封建社会中身份最为卑微的太监墓碑。而这些却是属于身份尊贵的皇家或者王公大臣们的碑刻。就是这两个原本身份反差悬殊的陵寝之物，竟然被人为的从北京的各个地方收集后，运到了抚顺郊外，并且用它们修建了一座规模宏伟的陵园。当我们进入地宫后，发现这座宏伟的陵园竟然是空陵。更出乎我们意料的是，地宫中的雕塑装饰物，在棺床的前方，左右各有一个类似天使模样的女性雕像，正中则是一个略带悲凉色彩的耶稣头像。这与中国传统墓葬形式完全不同。从北京运来如此大量的石刻，采用类似西方纪念碑方锥形的华表，雕塑西方的宗教人物，修建陵园四角的炮楼，种种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，却全部集中在了这座陵园当中。那么，这座陵园的主人究竟是谁？为了找到答案，我们的记者走访了陵园北侧的小村庄高黎营村。那个山上那个陵墓到底是为谁修建的？这个你也不知道？那我知道，为那张作霖吗？哦，是为张作霖这个。张作霖，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了我们的脑海里。难道这座巨大的陵墓真是张作霖的吗？但据了解，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的真正陵墓是在今天的辽宁省锦县一马坊。那么，眼前的这座规模宏大的陵墓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会不会是当地村民的一种误传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我们采访了这里的文博馆员全文乐，他向我们证实了村民的说法，并且讲述了元帅陵名字的由来。他确实应该叫元帅陵，但是当时张学良考虑到啊，因为他必定是一个革命者嘛，他不希望他父亲当皇帝，但他父亲有这种想法，他父亲生前的时候就说，你要做李世民，完他说，我不可能做李世民，因为你也不是李渊，对不？当时张学良就是这么考虑的，在给他父亲建陵的时候呢，也绝对不能用这个陵。因为他父亲再怎么，他也不可能说跟皇帝相比。按照中国传统等级，陵这个字只能用于皇家陵寝，如明13陵、清东陵等。而排在第二等级的人物，也就是圣人，他们的安息之所则使用陵这个字。当年的张学良为自己的父亲精心设计修建了这座庞大的陵园。虽然陵园布局和规模都是按照皇家陵园的规制建造的，但还是用陵这个字为其名称。这些元帅陵的老照片是1938年由一位日本人拍摄的，照片真实而清晰地记录了整个陵园的全貌。可以说，当年的元帅陵依山傍水，幽静而肃穆。而如今，台阶下面的这些建筑物已经荡然无存，留下的只是一些残破的墙壁。1928年6月4日，日本方面由于张作霖不同意卖国的满蒙悬案条约，致使其侵略政策难以推行，就密谋除掉张作霖，并最终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火车站制造爆炸，炸死了张作霖。
据有关资料记载，张学良为了修好元帅陵，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，建筑经费共1400万银元。陵园从1929年开始修建，计划于1931年底完工。而且，元帅陵的设计工作还是由一位留学意大利的中国设计师设计的，因此在元帅陵中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西合璧的建筑元素。元帅陵正门台阶两侧矗立的不是我们熟知的华表，而是类似西方方尖碑的石柱。另外，由于张学良信奉西方的宗教，所以才会有天使等雕塑在地宫中出现。